华为 Mate X-T-S 3折叠，欣赏连接我的尊界 S800。哦，踩一脚，哇，太搭了！这个视频告诉你华为3折叠如何从有面升级为全面。所以哥，什么是万德金龙？万德金龙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的一个工具，帮我们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收集，然后我们是利用它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哦，那为什么它会这么贵？它需要覆盖的面是比较广的，它获得数据的费用其实就是比较高的。我们是主要是做分析师嘛，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些行情的一些分析与研究。哦 ，OK， 来。这是华为最新的 Mate X-T-S， 因为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万德金龙它有分电脑版跟移动版。移动版的它是没办法去查询详细的数据，也没办法去生成图表这类东西，可以直观的去感受。哦，那你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和你的电脑上有什么差异吗？我最多用的东西其实是在于就是商品这一块，然后它这一个数据这时候它就会显示在这边哈。这个操作逻辑和你电脑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子用的。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大致上的一个走势是怎么样的。如果我觉得数据可用，好，那这时候我就会把它给导出来。觉得现在这个万德已经可以做到一些很多事情了。但我们比如说做一个统计，手机端它其实就是没办法实现的，因为你这个是需要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啊。我想要看研报，我一般来说就会导这个 Alice。那它这个 AI 的模型的数据来源就是他们的一个大数据库。你觉得它这个 AI 的功能和电脑是一样的吗？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平时也是这么用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用的功能，就是商品里面有一个季节性分析图表，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9月份的涨跌概率。手机上也能这样吗？不可以，在手机上肯定不能操作这个东西，这个没办法去操作，只有是电脑端才可以。对，只有电脑端我们才能。但是我们3折叠可以。哇，对，很多小伙伴很喜欢用这种就技术分析类的嘛，说我们用的黄金分割啊这种东西，它有时候有不一定有。你看这样子，2个点连下去出来，就我们可以直接设置一下颜色，这样子差不多。它可以变成橙色。然后的话，你平时是不是就得经常带着电脑回家，或者是？那如果说要像你这样进行一些看这种季节性分析图，我们就没办法去进行一个移动的随时操作了。但是现在我们把它放到3折叠里面，跟电脑一样的话，你觉得会不会更方便？对于你的？对我工作来说肯定是更方便一点的啦。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套利的策略啦，我们要实时的去看这个东西，就是手机端它其实没办法去看到你这些设置好的一些策略。那现在我们3折叠一展开，啪，全部实时看到。对。但你觉得它这个界面和手机直板机？那肯定不一样啊，它这个比较大呢。像你手机端它也有，但是很小。那你要看的话，其实就很痛苦。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你要这样放得很近看。那如果像这样看的话，我们看远一点看，其实就已经很舒服了。所以这就是 PC 应用的万德金龙，还能一屏看债券、期货、外汇、基金、指数等，以及还能一屏看40多个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所以电脑怎么用，它就怎么用。但这还只是其中一面，现在它需要亮一点。然后打开 WPS， 哇！它的这个使用界面和功能和电脑是一模一样的同时，还能不能更高效一些？能。我现在要写一个中标通知，但是无需打字 ，WPS AI 帮我写中标通知啊，然后在这里就可以编辑我们实际的可用的信息，过后生成。哇！不过我要更规范一些，那么就 AI 排版，选这个招投标文书，哇，这就很 nice。这个是团队发来的项目月度汇报，我觉得写的不是特别好，需要批注一下。哦，对了，这里有根笔，华为 M Pen 3手写笔，然后按最前面的这个按键，全局批注。这里需要重新调整，但是无需动手写。点这里，这一段需要重新调整一下，重新写。这个数据不达标啊，需要优化。这个有点长啊，往下再看一下。哦，最后这一段重新优化一下。不太完美，所以哪里需要批注就点哪里，批文件无需动手写，说出来就可以。最后可以保存为图片，也可以是 PDF 发给团队。哇，太雅了，有没有？所以华为太了解3折叠的受众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这个是要和总裁，也就是你们汇报的文档，但是现在还只是一个文字阶段，我要把它变成更直观的 PPT， 依然无需动手，只要一键生成 PPT 的同时，好，我挑选个模板。OK， 尊界 S800 的后排有一键隐私，按一下，全按下来了，幕布降下来了。打开小桌板，把手机放在这，然后把手机投在前面的幕布里，并且快速抽拉笔尾，进入空数模式过后，按这个按键能够翻页。下一页，再下一页，怎么样，各位总裁？
是不是很诱人？咱这目标1年融资，3年盈利，5年就上市，持续盈利增长，成为行业的标杆啊，对不对？我现在指在哪里？现在我说的就是在这里。这个空署模式它还可以这么用，也能这么用，甚至我隔着玻璃在玻璃外面还能这么用哇！并且这张图说的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啊，咱也不太懂，没关系。退出空署模式过后，点击小易圈选，然后就可以把它给圈起来。问问小易，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呀？该图展示了边缘智能的整体技术路线，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nice， 秒懂。所以我才说嘛，华为太了解3折叠的受众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2个字总结：效率。意图脑图和万星图示也都是和电脑一样的界面，然后 PC 应用有个特点，在应用的右下角有一个电脑的小图标，同时在 App Gallery 里有专门的一栏，所以我每天都会看看有没有新的应用更新。同时 PC 应用只能够在3折叠的3平台下使用，这个 OK 的，因为只有这么大的屏幕才适合 PC 应用。但最惊艳到我的是飞书和钉钉，首先它们的界面和 PC 是一样的，同时有3个核心区域：功能区、消息列表和内容区。那现在我正在聊天，但同时我点这个图标过后，它会分成2个屏，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是群，也可以是你频繁聊天的那个人，反正它能够一直显示嘛。但是还能够再增加一个窗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合适的是文件管理，因为现在我可以把图、视频和文档拖到聊天窗口里，而且不会遮挡聊天内容。刚刚的批注图片就适合这样发，但是还不够惊人。现在打开自由多窗，应用变成窗口化的同时，我和它的聊天频率是最高的，我还是点击这个按钮，但是现在它能够被窗口化的单拎出来，所以更像电脑，更自由。然后钉钉就更厉害了，开启会议的同时，会议能够单独的变成一个小窗，然后我稍微的调整个位置，同时我还能再开个微信。注意看，拖动微信往下拖一些的时候，逗个栏还会自动避让，往上拖，逗个栏又回来了，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一边开会一边回任意的消息。在自由多窗下，双击钉钉顶部的状态栏，它能够变成全屏，再双击能够变成窗口化。同时，我拉动这个窗口，把它拉到最小，变成直板级的样子，看到了吗？底部的功能 dock 栏，它放在了最下面。然后我拉大一些，变成了大概是双折叠的状态，它底部的功能栏自动变成了左边。我再拉大一点，功能栏能够显示更多的细节，所以它都会有变化。哇！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来看淘宝哈，这是手机形态最小2列，然后我拉大一点，哦，变4列了，再拉大一点，哇，变成了5列了。小红书2列，然后拉大一点，4列，再拉大5列了，这才是最惊艳到我的地方。它不仅窗口化，而且不同大小的窗口还能够自适应内容。但更厉害的是，这是 WPS， 现在我能够把文档单独的往下拖，单拎出来，哇，同时显示多文档同时显示的同时，还能够把图库里的照片直接拖到文档里，无论是 Word、PPT 都可以。所以它还打通了 PC 应用和普通应用，所以这是我们原本期待苹果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但现在我们的鸿蒙做到了，还得是华为啊！这就是 PC 应用加自由多窗，像电脑一样用3折叠，还能折起来放进口袋里。全面的另一面，大屏应用适配。首先是小红书3平台下，信息流能够显示5列2行，无论是看图片还是视频，左边是内容，右边是文字信息以及评论区。购物栏5列2行能够看到更多内容的同时，这个拉布布，哎呀，很不错。点击进入过后，左边是不同的商品图片，右边是商品的详情以及购买界面，还有评论区等等。甚至在小红书的聊天界面里，这个界面很不一样，左边是不同的信息流，点击进去，右边就是聊天的界面。然后苹果，哇，这个聊天怎么还要跳转到2级界面？知乎这种强图文内容的应用，苹果左右2边是大白边也就算了，打开内容它要跳转到2级界面也就算了，它还有大白边，所以啊，真的苹果的大屏适配未必能够适配得很好。那3折叠就很明确，那像知乎这种强图文的内容应用就更明确了，它是3七分，左边是应用的全功能，右边有更大的面积留给了内容显示。其实购物类的应用，尤其是淘宝，想要适配好很难。首先，在刚才自由多窗下，能够根据不同的窗口大小自适应信息流的同时，3折叠
展开过后，全屏显示的同时，首页它不只有信息流、推荐页面，还有多个不同的功能区。一屏它能够显示更多。淘宝直播5列2行，100亿补贴用小程序的方式，在右边弹出一个窗口，下方是商品的信息流，5列2行显示的同时，商品的购买界面里，左边是图片，右边是价格、详情和评价，所以一屏能够显示和看到的会更多。然后淘宝里也有外卖闪购哦，这是二维码，但是哇，它一屏能够显示这么多，并且这边有居家、数码、运动，都是5列2行的方式显示出来，甚至针对于美食，它能够调整展现方式，所以3折叠就应该展开用。京东也是一样的思路。其次看视频 ，B 站首页信息4列2行的同时，点一个视频进入过后，左边是更大的面积留给视频来显示，右边是评论区和相关的视频。但是 B 站的这个动态栏真的是惊到我了，就这个界面下，左边是我关注的好友列表，中间有更大的区域是留给了我的好友动态显示的内容，甚至右侧还能够显示我关注的 UP 主有没有在直播。进入直播，左边是直播画面，右侧是评论区，以及在我的界面里，左边是信息和功能区，右边是很大的内容区。腾讯视频在看视频的同时，如果不选择放大，那么在底部就能选择《王牌对王牌》第1季到第9季的全部内容，右侧还有2列的周边内容，以及其他的主流视频应用都针对了应用本身内容进行了大屏适配。铁路12306原本底部的功能栏被放到了左侧，其实这个位置相当 nice，3折叠展开过后的话，拇指就能够方便选择。右侧被分为2个区域，在这里我选择厦门到北京的车票，然后在这里还能够显示不同的班次，一屏同时显示。最近我确实在看房，所以链家这个应用打开的很频繁，但拥有3折叠过后 ，VR 看房这个功能，这个是单平台，其实也是和大家的直板机能够看到和显示出来的面积是一样的。然后展开双平台是这个样子的，它会更大一些，但是3平台完全展开过后，它不仅更大了，而且看房用 VR 的状态更沉浸。CAD 看图王这个是很多建筑和设计行业最常用的应用，就比如这个3维结构图，它能够直接用大屏，我首先可以360度的拖动它，能够看到更多方位的细节，同时选择中心爆炸，怎么样？大屏看这个就是爽哈，所以这也就意味着3折叠展开后能够根据不同类型的应用针对性的适配最合适的大屏界面。安卓能做到吗 ？iOS 有吗？哦。安卓没有3折叠，苹果没有折叠屏，华为做到。但华为不仅迭代了3折叠的硬件，而且我们有了鸿蒙5，所以不同的是，第1代3折叠是从无到有的经验，所以怎么折都有面。第2代因为鸿蒙5的自主可控，所以我们能够制定规范，开发者就能开发出不同类型的大屏应用，甚至能用 PC 应用。3折叠开始变得有生产力了，所以能够像用电脑一样来用手机。那么现在3折叠怎么折都全面。而这就是这次升级最大的意义，而这只有华为能做到。